你要剪进去这边。以上是我们的分享，谢谢大家，多謝晒，拜拜。好嘅，唔錯。我講啊，你講啊，你講，多謝大家。不如你講咗，你把聲好啲啊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冲绳 Oki Family， 我是 Amy， 我係 Ken， 你好。我们是2016年的1月份来到冲绳的。那时候最初的原因当然是因为女儿，我们的女儿当时候是快4岁，然后我们会担心她的教育的问题。我们觉得香港的就是太填鸭式的，所以不是太喜欢。所以然后他们很小开始已经就是做很多功课啊，然后做很多户外课外的活动那些，所以觉得好像很辛苦。小学的时候已经每个礼拜也要考试那种，就是小考试之类的，所以我们觉得好辛苦的样子，所以想就是给他一个比较快乐的童年，所以我们来到日本了。首先香港唔係有一點填鴨式，香港係好填鴨式，非常的填鴨式現在，然後弄了很多怪獸父母出來，很多都是自己不想的，但是就是這個整個這個空氣啊，什麼這個社會讓大家都是父母也會變瘋掉，所以都是很無奈的事情。这边米娅来的时候快4岁，就是来到之后1个礼拜之后就4岁这样子，所以最初我们没有一开始就让他去幼稚园，因为他当时候不懂日语，然后他还小嘛，所以最初几个月我就普通生活没有去上学，过了1-2个月之后就给他上这个日语跟英语都可以的这个幼儿园的东西，就是这边的保育园，就特别的是双语的，所以其实他本来的英文也是不是好，但是起码有一点点可以沟通的感觉，所以最初就是英语跟日文一起学，然后在他们就在他去那个保育园的时候，就慢慢的跟本地的小朋友去相处，学懂一点就是玩的时候用的日语。那边他上了大概4-5个月之后，我才让他上本地的幼稚园，就是慢慢一步一步的让他去进入社会这样子的感觉。所以到他去幼稚园的时候是懂一点点沟通的字了，所以幼稚园就是最初可能最初的2个星期会比较辛苦的样子，看到他的有一点点，他没有说，因为他不懂得说，还是4岁嘛，所以但是看到他是有一点点就在适应的样子，但是之后就是很快就融入，很快就有朋友，所以对他来说整个事情不是很辛苦。然后我们觉得日本的到小学的5-6年级的那部分的教育，幼稚园到大概11-12岁的那部分的教育是蛮好的，因为日本的从小开始就会让小朋友去自理，有些什么可以自己做的，就会让他们去努力，去积极的做。尽量是自己去做，不用靠人。这一块就是跟我们本来什么育儿的那个想法的观念很类似的，所以我们很赞同这块。所以对
到现在10岁，还是觉得这边的教育蛮好。因为我们来之前，全家只有我一个人懂日语。那其实我19岁开始已经学日语了，所以已经讲了20多年的日语。所以日本对我来说就是很平常的一回事。所以对我来说当然没有辛苦这块发生过。所以，然后我之前也在东京住过1年嘛，然后在来冲绳之前有大概7、8年吧，我每一个月都会到东京去做巴营，因为我是一个买手，所以都很习惯日本的，我知道他们的生活模式，然后也懂得怎么跟他们去交流，所以对我自己来说，没有太大的什么特别，或是觉得很特别，或是干嘛的，对我来说就是很平常的，就是搬过来而已。然后就是说我懂的语言，所以我自己没有什么的特别的很大的什么感受，什么差異什麼的文化的衝擊，對我來說沒有的。我唔識日文啦，我到而家嘅日文可能係嚟咗幾年，但係聽七八八成啦，但係講始終唔係好得啦，都係靠我老婆同埋靠我個女啦。其實語言唔係最大嘅問題咯，對我嚟講係，反而喺度嘅生活節奏係好唔同。香港嘅生活節奏係好快嘅，所有嘢都好快嘅。但係嚟到日本之後呢，所有嘢就係慢慢，全部嘢都有一層一層嘅步驟。譬如同去政府啲嘢就通常我老婆搞嘅，但係譬如話，通常嚟到日本，個個面對嘅第一個問題就係租屋，我哋都唔例外。我哋嚟日本之前呢，就已經揾咗地方住嘅，本來。但係飛嚟之前1、2個禮拜咧，突然間話俾我哋聽唔租俾我哋，咁我哋其實幾麻煩嗰陣時係，咁我哋估唔到㗎，覺得係日本啲人以前印象就係日本啲人講1就1，2就2，但係嚟到沖繩之後發覺原來同我哋嘅認知會有落差咯。譬如話嚟到之後，我哋簽晒自己租屋、自己住屋。嚟到之後突然間話唔租俾我哋最後要靠我哋個僱主公司幫我哋租。咁呢個我哋都還可以啦。咁我哋自己開鋪揾鋪頭嘅時候，又係簽晒初期嘅租約啦，但係突然間話俾我哋聽，都係唔租俾你哋啦。對佢哋嚟講，外國人租樓，佢哋係仍然有啲抗拒㗎，仍然有啲怕㗎。呢個就係對我哋到而家仍然係有啲唔慣嘅地方咯。但係即使我哋好明白，譬如話佢哋驚外國人可能走咗收唔到租，但係我哋同時間明白佢哋係買咗租嘅保險嘅，我哋走咗，租務公司其實會賠翻錢俾佢嘅。咁我哋到而家都唔明白點解唔租俾外國人㗎？呢個就係其實係嗰個呢一種日本人比較保守嘅諗法，令到我哋生活上有陣時會覺得好點解會咁嘅？通常係呢一種情況會令到我哋好唔知點咯。但係明白佢哋日本係比較保守嘅呢啲地方，咁我哋就要習慣要融入呢啲文化裏邊咯。香港人好識變通，直行唔得就會兜個彎嚟行嘅。但係日本人直行唔得嘅話咧，佢就會停咗喺度。呢一個係到而家都仍然唔係好習慣嘅嘢，但係明白咯，亦都了解，亦都理解，都接受咯。Ken 講的這個關於就是生活上面的不便的問題，這塊就讓我想起很多讓我很生氣的事情，因為一般都是我去認付，我去處理吧，所以是特別多這種挫折的。怎麼說？就是比如說最初就是開手提電話嘛。你想要個電話號碼，就是那個拒絕是特別多的，因為在留卡你只有1年，他們怎麼都不讓你去開電話，然後不讓你買，
然后我们也是说哦，那你这个手机部分是包括在那个24个月的电话月费里面，然后所以因为悠游卡只有1年，他不知道你会不会付之后的，对不对？那我就跟他说，那这个手机的部分，我先付这两年的好吗？他们说我们可以等我一下，我问一下上司，就是打电话，那等了15分钟回来，不好意思，不行。我们有问过总公司不行，不好意思。然后我们就是可能在每一个就是通讯的公司里面浪费1个小时，然后之后都是拒绝的。然后所以最后就是在网上买 SIM 卡，插在自己的在香港带来的手机上面。对，还好当时我有这个。在几年前的话，可能这个 SIM free 的东西还不存在的时候，我都不知道要干嘛，可能要就是买一些比较贵的服务，也有就是可能在海外买一些什么 WiFi 档的那些东西啊，对，就是其实有一些东西可能是用钱就可以解决的，但是有一些东西，就比如说这个手提电话的问题。你有钱的话，你用比较贵的 WiFi 服务，比如说在冲绳的话，因为有很多美军嘛，所以有一些是应付就是英语国家的客人的服务，他们的那些服务会比较贵，但是可以城市你还是可以用，只是要钱。但是有一些东西不是钱就可以解决，比如就是银行服务。这块基本上我到现在住了快6年，也会很生气。每次去一次银行的柜台，就会觉得不是对出的，就是会觉得 doki， 不知道今天要弄多久。第一就是浪费时间特别多，第二就是他会不会不让我干嘛的，就是。每一次去就是好像什么兢兢兢兢、战兢兢的那种感觉，就是很麻烦。你只去 ATM 去拿钱的还好，不会有这些问题。就是你想要其他的服务，比如说去汇款到海外等等的其他的。服务的话，他会问很久，然后最后也可能会说当天是弄不到之类的。去银行可能做一件事情要去1-2次，或者是一个上午，或者是就一个半小时2次。我们这块在香港是很少会发生这个事情，除非你去开的是公司的银行户口，在香港也会弄很久。这个我知道，但是其他的服务本身都会很快的嘛，然后开户啊那些都会很快的，然后还有银行的网上的服务很废这边。因為冇一個地方係完美嘅，實有地方係好定唔好。但係對於我哋嚟講，日本比香港令到我哋舒服嘅地方多好多。我淨係過去嗰2-3年，我成日都話日本可能係全世界最自由嘅地方，冇封城，冇口罩令，亦都唔需要香港嘅限聚令，幾個人就會罰你錢咁樣。呢度全部都係靠日本人嘅自律。靠政府嘅勸喻，咁日本係用軟性嘅手段叫你哋嚟自律嘅，咁我哋覺得係日本嗰個人嘅文化質素可以做得到呢種自律性出嚟，咁令到大家捱過咗嗰個疫情。日本其實可能好保守，但係好着重個人嘅自由咯。呢樣嘢我哋覺得係好緊要嘅嘢咯，係令到我哋好舒服嘅地方，好尊重每一個人嘅意願，每一個人嘅自由咯。呢一樣嘢係我覺得好同香港而家好唔同嘅嘢嚟㗎係。咁而沖繩係好唔日本嘅日本咯。
日本好嘅地方係比較抑壓，可能好多群眾壓力會睇住你。如果你唔係跟住第二啲人咁做，你可能會俾好大壓力俾你啊，俾説話俾你聽咁樣。但係沖繩就比較特別少少，佢哋比較隨性嘅。佢哋如果唔中意你，佢哋可能當面話俾你聽，鬧你，但係其實一件好事。咁你起碼知道你得罪咗佢，或者你做咗啲嘢唔啱，或者知道佢唔中意你。咁我哋可能可以調教個相處方法。但係如果同日本第二啲文化，可能佢哋背後先至會同第二啲人講話唔中意呢個人，唔中意你，咁你可能冇得補救，你錯失咗個交個朋友嘅機會咯。咁呢個係我哋嚟到日本覺得最唔同嘅地方，而沖繩係更加特別咯，呢樣嘢係。而仲有第二啲就係譬如我好中意潛水嘅，我嚟到沖繩主要目的就係可以潛水。咁沖繩其實成個地方冇乜地方唔可以落水㗎，佢好隨意嘅，好多嘢都係比較可以話比較鬆咯啲規例。咁呢樣嘢係好啱我個性嘅，我係比較隨意嘅人，我唔係太中意跟住規矩做嘢嘅，所以沖繩係一個好令到我好自由自在嘅地方啊。選沖繩這塊地方，其實最大的原因是 Ken。對我來說，其實因為我在東京住過，我自己也懂日文，然後我也懂日本人，我蠻懂他們的文化，所以其實真的我一直沒有想過要來日本住的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嗎？所以對我來說，哪裡都沒關係，我都可以適應的。但最終要不是最終，就是最初要選沖繩，是因為 Ken 喜歡這邊潛水嘛。然後我們來這邊旅行的時候，就是在公園遇到一件事情，覺得沖繩的小朋友他們的不是說教育，可能是那種嗰啲乜嘢嗰啲同理心喎。他們這邊你會覺得小朋友會有同理心，在公園玩的時候會互相幫助。香港不會，在公園的時候一般就是各自各的去玩，或者是自己跟自己認識的朋友去玩，其他的人其實完全不認識嘛。然後會有很多家長在旁邊站着，或者是大家在家裡聘請的姐姐在旁邊看着他們各玩各的，然後所以覺得這個個末嘛，在香港會覺得就算是同一個公園，但是玩的方式完全不同。這邊不是的，每一次來日本旅行的時候，米爾都會跟公園或是旁邊的日本小朋友，不懂語言也沒關係，由0歲開始到3、4歲來沖繩住之前，我們常常會來日本去旅行，他就去哪裡就會跟哪裡的小朋友，日本的小朋友去玩，然後就會交到朋友。尤其是在沖繩，我們遇到這件事，就是本地的小朋友會幫助他去過一條小河，會伸出手去幫他，那種感覺就是讓你看到會覺得好似嗰啲雞皮疙瘩起雞皮那種感覺啊，就是因為他就是感動。你在香港你不會見到這種東西嘛，所以可能我們小時候幾十年之前會有也說不定，但是現在的香港因為其實始終人蠻多，大家有不多會對，然後也會覺得好像危險，不是幹嘛，都不會跟其他人去交流的，就是不認識的就不會主動去交流嘛，所以這邊完全的感覺不同，就覺得這個除了教育，這個其實可能不是跟教育有關係，但是就是跟這邊的人、這邊的文化、對環境，互相幫助的那個 community 感覺很大，
所以我们觉得很感动。而我觉得如果你也可以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话，会很好啊，这样子。對於我嚟講，我好中意沖繩呢個地方，因為我去沖繩之前，其實我係諗住去加拿大嘅，翻嚟加拿大，我喺加拿大住咗10幾年，但係最後無意中嚟到沖繩，見到沖繩嘅小朋友就好中意沖繩呢個地方，想住落嚟，咁就開始咗住咗落嚟啦。但係未來嘅時候會唔會留喺沖繩呢？暫時我仍然好想嘅，我好中意沖繩，冇改變呢樣嘢。因為沖繩對於我嚟講好多戶外活動，好多對於我嚟講好多嘢做咯。我唔需要 shopping mall， 我唔需要好多好五光十色嘅生活。我中意好靚嘅自然環境，同埋好簡單嘅人嘅關係。呢個就係我好中意沖繩嘅原因。咁但係其實可能同我哋到最後嚟沖繩嘅原因一樣，都係跟住個女嘅教育嚟走啦。因為未來嘅時候，沖繩嘅教育同日本其他地方相比，其實比較差嘅。好老實講係比較差嘅。咁我哋個女嘅教育，我哋會唔會跟住佢去第二個地方留學？又或者佢自己去留學，我哋繼續去沖繩做嘢？其實未來仲有好多唔知道嘅問號咯，都係見步行步，一路生活落去就一路再探索我哋嘅未來咯。以上是我們的分享，謝謝大家，拜拜。拜拜。